分钟系列讲座。今天我们来介绍如何使文章通顺连贯的3种手段。文章一般都是由很多段落组成的，能够写出一篇好文章的前提是要能够写出一个好的段落。我们所说的这3种手段，在构思整篇文章时，或者是在构思一个段落时，都是通用的。我们就先从如何写好一个段落入手，来说明这3种手段。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段落的设置是为了分割不同的思想点。为了表达清晰，一个段落一般只应该表达一个思想点。如果有2个思想点，就应该分割成2个段落。一篇清晰易读的文章，它的每个段落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主题句，来点明这个段落的主要思想点，而段落中的其他句子都应该为这个主题句来服务。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种手段，那就是在写作时，首先要表现出一个清晰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说，写作是一个把网状的思考转换成线性的文字输出的过程。我们在写作时候，如果表现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就能够帮助读者快速而准确地把纸面上的线性的文字还原为我们的网状思考。对于一个段落的结构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句，同时在主题句和其他支持这个主题句的辅助句之间表现出清晰的关系。这些辅助句可以是对主题句的解释、举例、举证、评价、引申等等。总之，段落中的所有的其他的句子都应该围绕着段落的主题句为主题句来服务，与主题句无关的句子都不应该出现在段落中。对于老练的写手来说，段落的主题句可以放在段落的任何位置，而依然可以很突出。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段落的主题句放在段落的开头。如果我们把整篇文章的每个段落的主题句都放在段落的开头，读者通过浏览每个段落的开头就能够迅速地了解文章的大意。在我们建立了一个以主题句为中心的结构之后，我们要用到的第2种手段，就是在句子和句子之间使用合适的过渡关联词。过渡关联词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1为递进关系，2为转折关系，3为因果关系。表现递进关系的常用的关联词包括 in addition, furthermore, moreover, also, besides, first, next 等等。表现转折关系的常用关联词包括 however, nevertheless,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contrary, otherwise, although, in spite of 等等。表现因果关系的常用关联词包括 therefore, thus, consequently, because of that, for that reason, as a result 等等。我们使用递进关系或者因果关系时，往往会有多重的推进。这时候要注意，每次的推进对于过渡关联词的选用，最好可以稍有变化。如果总是重复的使用同一个词，比如 in addition 或者 therefore， 就太单调了。相反，在同一个段落内的转折关系则应该尽量的简单。为了避免让读者感到迷惑，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同一个段落内进行2次以上的转折。除了建立结构和使用关联词，我们要介绍的第3种手段就是使用呼应词。具体的说，就是在不同的句子中使用能够前后呼应的词，这样能够使整个段落更密切地连贯起来。对段落主题句中出现的关键词，我们在段落的辅助句中可以重复使用，或者使用这些关键词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代词等等，这些都可以起到前后呼应的作用。这里我用一张图来视觉化地呈现这3种手段。在这张图里，红色的虚线代表段落的主题句，我们一般把它放在段落的开头。白色的虚线代表支持这个主题句的辅助句，辅助句之间较短的蓝色的虚线代表把各个辅助句连接起来的过渡关联词，而这些绿色的圆圈则代表主题句中的关键词，以及在主题句中和这些关键词前后呼应的词。活用这3种手段可以让整个段落更通顺、连贯、紧凑。
这3种手段用在整篇文章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首先，整篇文章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结构，比如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等等。文章的每一个章节都应该服务于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而章节里的每一个段落都应该服务于这个章节的主题思想。其次，在段落和段落之间，在段落的开头或结尾的地方，可以使用过渡句来表现段落之间的递进、转折或者因果关系。最后，我们还应该有一些表达中心概念的术语，贯穿论文的全文，前后一致，使整篇文章连贯一体。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来谈一谈如何让文章简洁明快的一些具体的建议。谢谢大家，下讲再见。